以前口袋里有5万块，敢去买20万的车，现在口袋里面有10万，不敢买8000的手机。过去呢，买一件衣服300-500块，一点都不心疼。现在呢，100块钱3件，都要纠结半天。以前过节呢，怎么也要出去玩一玩，搞个国内游吧。现在过节啊，一家人足不出户，顶多周边商场逛一逛。你们是不是也这样？消费降级了呀，路易斯比登都不要排队了。哎呀，GUCCI也是啊，这边的宝格丽啊都没人了。哎，爱马仕也是啊，没有人了。江诗丹顿也没人的了。现在消费降级也太夸张了！这么多年来，我今天第一次去捡了一个快剪，10块钱，剪完之后没走3步路，又出现了一家只要8块钱的快剪，这么卷的吗？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民众对未来收入与经济前景感到悲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选择消费降级。上海的常住人口将近有2500万人，有网友感叹说：“上海人都不消费了吗？”一项调查显示，80%中国人认可自己消费降级。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家发现了没有？最近上海全民也陷入了低消费的状态。我看有报道说呢，从上海到某些地方的机票才110块钱都没有人坐。还有现在的高铁动车，很多车厢内呢都是寥寥无几。就连上海最繁华的浦东陆家嘴街道，居然都出现了13块钱1荤2素的快餐，真的难以想象。现在经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不知道你们那边都怎么样？评论区来聊一聊。大家好，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压力呢也是很大。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超提的保健品 NP 高浓度鱼油，可以守护您和您全家的健康。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翟女士曾经饱受严重的过敏折磨，皮肤红肿硬块，晚上痛的是睡不着觉。中西医吃了1年，也花了不少钱，也没有效果。直到她开始吃产自于北欧的 NP 高浓度鱼油与蓝莓素，1周以后呢，过敏症状减轻了70%，1个月后皮肤光滑如初。更惊喜的是，2018年她左脚脚筋断裂，而就在服用了11天的 NP 高浓度鱼油以后，肿胀淤血全部消失。她去看牙医拍 X 光片时呢，牙医发现她牙齿变好了，牙洞缩小，牙床提升，省下了近3000块的光疗的费用，连牙医都感到非常的惊讶。翟女士高兴地说：“NP 油真是我的健康救星。”那么市场上鱼油品牌有不少，NP 鱼油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关键就在于它极其少见的92.5%的高浓度与纯度。原材料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的深海沙丁鱼，它含有欧米伽3，包括 DHA 和 EPA， 堪称鱼油界的顶级选择，能支撑心脑血管健康，提升记忆力，缓解过敏与关节的不适，能促进视网膜健康，还能够抗抑郁，提升免疫力。很多人服用后3高也恢复正常了，适合您全家人的服用。并且呢，它早已经通过美国的 FDA 和加拿大、欧洲等多国的认证，获得无数消费者的青睐。最近1个月呢，我也开始吃 NP 鱼油和蓝莓素了，感觉精力更加充沛，眼睛也更加舒缓。您还在等什么呢？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健康，快点击屏幕上的网址 metroexcels.com， 现在有买6送1的优惠，我也会把网址贴在本期节目的描述栏当中。好，那咱们言归正传，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上海现在各行各业的状态说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卖建材的哭，搞装修的哭，做批发的哭，做美业的哭，甚至连卖房子的也在哭，就连我们搞贷款的都在哭。我今天算了一下，我跟我女儿2个人1个月的家庭开销就1000出头一点，你们信不信？肯定有很多人不信。1个月的买菜钱毛估估在600块左右，再加上水电煤也用不了多少钱的呀。电费你现在夏天暑假天天在家，差不多200多块钱，再加上水电的话是2个月一付的，也没多少钱。上海现在爆发了消费降级潮，商场实体店大量关门，特卖店衣服白菜价卖，阿迪斯凯奇万斯装了一筐，也花不了几个钱。这位博主说呢，她与老公在北京有4套房子，他们也准备消费降级了。当经济下行，在北京有4套房子的我们也准备消费降级了。去年的我们基本上是不做饭的，每天不是出去吃就是点外卖。但是今年我和老刘准备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前我们买衣服必须要大牌，动辄几千块，现在呢全部都是淘宝买，几十块钱的背心穿着也挺舒服，吃饭也基本上都在家做，一顿饭10几块钱，吃的也很好。给我快剪那个师傅告诉我，他一天最多要剪120个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跑进理发店了呀，因为一般的理发店他们都剪不起了呀。很显然，消费降级比想象中更严重啊！这博主给大家展示如何给自己剪发。来，盒饭最后一次供应了啊！热菜热饭盒饭10块了啊！火车盒饭的价格打回30年前，还有鸡蛋、有菜、有肉，你敢相信这是在火车上吃的吗？仅仅10块钱。今年大家都穷到什么地步了？我的话就是说，往年像这种夏天来了6、7、8、9，每天都必点一杯奶茶或者咖啡。然后的话就是早上的话起来晚的话不想炒菜或者什么的，都是点外卖。然后今年我早上起来开始给自己炒菜了，带菜了。然后的话就是奶茶、咖啡这些全部一致取消。衣服的话，今年到现在为止都就买了几件零零散散的，就是说很少买衣服了，而且买的话都是非常便宜的。最近上海的消费降级现象实在是太明显了，曾经排队都难订到的米其林餐厅，现在经常是空位。恒隆广场里面那些高奢品牌店的导购，无聊的都已经开始相互聊天了。曾经动不动就是上千的衣服，现在也是卖不动了。大家好像更愿意去消费那些100元左右的平价品牌。这种消费降级的趋势呢，就像一阵大风啊，吹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博主王妮可曾在一支视频中说，他有一个上海中产阶级的朋友，上海市中心有2套房子，澳大利亚有2套房子，但是现在这个朋友消费降级，超过30块钱的东西都不想买。他家情况和这个朋友很相似，他家在上海有几套房子，但是也不敢消费。这支视频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有网友就问了，为什么有几千万的资产却不敢消费呢？王妮可在下面的视频中做出了回应，他说没有持续不断的赚钱能力，所以才不敢大手大脚的消费。我们更多的是吃到了城市的红利。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我们的资产额度是不会这么高的，所以我们的消费非常的精挑细选，就很合理了。因为这个资产涨这么高，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根本驾驭不了这几千万。所以呢，我们只要自己现在工作不是很顺，或者现在大环境不好，或者我们本来赚钱的东西不赚钱了，我们就很焦虑，甚至是我们一直活在焦虑里边，好像这几千万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呀。我一个月就几万块钱，就现在赚不到了，有可能要被裁员了，那我们就觉得，哎，算了，还是买点便宜的东西吧。消费降级真的丢人吗？29岁的我经济独立，在家带娃的同时还打着一份工，加上老公的工资，我们家每个月还能存下15000左右。但现在的我还是一直保持着消费降级。有人和我说，你们家的收入足够让你们吃饱穿暖，还能实现各种自由，怎么把自己过得如此节俭，不懂得及时享乐。有些人几千的衣服说买就买，而我却认为衣服只要穿得干净整洁就好，便宜的衣服一样可以穿。在我的观念中，我的账户余额增多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很少在外面吃饭，基本都是自己做饭吃。看到自己买化妆品，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也被消费降级了。我之前买的化妆品呢，柜姐送的这种试用装，就算是放到过期，我不会看，可能也不会用。但是到现在最先用的反而就是这个小小的试用装，而且是用完了之后剪开挤了又挤的那一种。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还不是因为赚钱越来越难了，赚钱的速度呢也越来越慢了，而我们的消费呢也变得越来越理智了。现在消费降级都降到这种程度了吗？昨天去理发的哥们说今年生意比去年还难，都快倒闭了。我说消费降级也不至于不理发吧，他说如果只靠理发他都得饿死。理发店的主要生意是靠烫头和染发的，但是现在大家只剪发，我也发现就公司里的员工都不烫头染发了。消费降级更像一种传染病，他也不是说没钱，就是害怕以后赚不到钱怎么办，越这样他就越不消费，这个好像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为了买双拖鞋，我用了1周时间筛选和甄别，因为同款拖鞋在3个平台给了我3个报价，之间的差价甚至高于售价，这就很有必要研究一番。于是这几天我翻了数千条评论，从材质、做工、舒适度等维度打分，
还没等我得出结论，有个平台看不下去了，直接塞给我一张85折的优惠券，限我1小时内赶紧下单。他好像知道我在暗中对比，想做最后的争取。我其实并不着急穿，但突然就有了紧迫感，最终屈服于平台拿捏我的小手段。最后博主说，谁说时间不值钱，多耗2天就换来了优惠券。但我的消费心态确实是在变，买双鞋都没有了曾经的杀伐果断。因为博主说，她的闺蜜以前花钱大手大脚的，最近开始消费降级了。她讲述了他们在一起去新天地广场买衣服的经历。要买运动衫，我们就直接进了安德玛，他试使就看上一条运动短裤，我觉得挺普通的，但是他拿过去一买单，营业员那个二维码一扫699，那要放在以前，他肯定就拿出这个手机的支付二维码付钱了，但是这次他直接就拒绝了，就跟那个店员说，你就这点布料要699啊，不要了。最后在店里呢，我们就没有买这条裤子，我们从店里走出来了，他还跟我吐槽说现在短裤太贵了，就一点点布料要699，我就夸他，我说你现在终于会过日子了。博主表示，后来她的闺蜜在网上搜索到同样款式的短裤才卖395块，于是她就在网上买了。收到短裤以后，她开开心心的把图片发到群里给大家看。都说钱不值钱了，但是东西便宜了呀。之前买的口红大牌化妆品真的都是一个口红300多，现在同款明星直播间139、109、79，我都不敢想，原来那些个什么豪车呀、名表啊、包包啊，买这些东西的人也都幡然醒悟了，钱不好赚呢，对吧？任何东西都不如兜里有钱来的心里安稳呢，对吧？今天从衢州开了5个多小时的车来上海了。这一次来上海呢，隔了时间蛮长的，大概有40多天没有来这边的店里来看看。我这边店呢，就有2个阿姐，一人上1天班，就这样子2个人轮流着。今年上海的经济下降挺明显的啊，就从我们这个店来讲的话，就开店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今年这样子的情况。也问了身边的一些同行，情况都是一样的。博主说，他去年去了莫斯科，今年去了悉尼。他每去到一个地方，都会去逛逛商场，看看当地的实体经济怎么样。他发现国外的商场逛街的人比较多，熙熙攘攘的，买东西的人也很多。但是在国内的好多商场里面，逛街的人多，但是买东西的人却比较少。去年的11月11号，一位博主发布了下面的这支视频。11月11号被称为是光棍节，是商场每年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但是这位博主表示，现在光棍节也不灵了，消费热潮在降温。大家知道，去年的餐饮消费总额比前年跌了20%，而今年在去年减少的基础上又跌了20%。很多人买东西不再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家想要省钱，而是口袋里也真的掏不出多余的闲钱了。就连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狗也开始节省了。主因是现在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稳定，今天还在上班，明天可能就失业，这种不确定性让大家在花钱的时候更加小心翼翼。25岁的博主沪漂小七是一名带货主播，他说自己平均月收入是1万块钱左右，但是依旧努力攒钱。今天是晚班，去市场买个菜。自从今年开始存钱，我就拒绝点外卖，一顿外卖30元。自己买菜可以吃3天。今天在市场花了不到60元，买了1周的菜。有人说在上海1000块钱生活1个月根本不可能。如果你跟我一样每天自己做饭，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花销，你就会发现自己做饭真的很划算。一杯20块的奶茶可以买2斤猪肉，30个鸡蛋，一顿200-300元的火锅。自己做饭我可以吃半个月。相比于消费带来的快感，我更在乎卡里的余额。博主沪漂小七表示，今天这顿午餐只花了2块5。他建议网友们试一试消费降级，在这个时代，存款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现在节假日出来吃一吃、逛一逛、买一买，消费真的蛮高的。今天来说一说躺平老阿姨上班和不上班的心理变化。以前上班的时候出来吃饭是随便点，吃不完没关系，多少钱都无所谓。自从躺平之后完全不一样了，每次队友点菜我都会说一句，哎，侬少点呀，不要哈低不低哦。你们懂吧？就是懂得节流了。然后出来逛街尽量不开车，避免付停车费。
开小毛驴或者骑自行车。博主感叹，做人要能屈能伸，钱多的时候就多花钱，少的时候呢就少花。但是每天他还是要点一杯咖啡喝的。现在根本就不是什么消费降级、经济寒冬，而是人都要进入了正常生活了你根本就不需要每天去喝什么咖啡喝奶茶，吃一大堆的垃圾食品。你也根本不需要每年去换一部手机，更不需要去换什么大房子。住小房子更济气，是不是？是啊，什么学区房啊，365行，行行出状元。一位上海博主8月4号发布视频表示，随即采访了几位路人。一位女士说，已经好几年没有买奢侈品了，之前是1年买一个包，现在都没有了。博主问她为什么不买了，这位女士回答说，因为行业降薪，卡里余额变少了。她是一名护士，在一家私立医院工作。现在大环境不好，大家看病都去有医保的公立医院，私立医院效益也就变差了。另一位上海的年轻女士表示，自己消费降级降的是一塌糊涂，原本一天吃3顿饭，已经降到了一天吃2顿饭，然后现在降到一天只吃1.5顿饭。她说自己在国企上班，现在每天跟一群单位的老头老太太去单位吃14块钱的午餐，全是素菜，吃不饱，所以是半顿饭。他自嘲说，再下去就是一天吃1顿饭了。人家明星是减肥，我是没有钞票。他还谈到，现在好多人都不坐地铁了，开始骑电动车上下班。地铁1天回来是8块钱，而骑电动车3天才2块钱。另一位女士提到，自己消费水平已经是明显下降，尤其是在护肤品方面，现在支出仅为过去的1/10。我现在全部都改用婴幼儿系列的产品了，过去用的是欧莱雅，现在则换成了孩儿面。他补充道，目前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亲民的国产护肤品牌，连吃饭也会点儿童套餐，既能节省开支，又有助于控制体重。这位女士呢是在金融行业工作，她表示，之所以开始节省，是因为对未来的收入状况不太乐观。这几年能够保住工作就算运气不错了，升职加薪基本是不敢奢望。另一位从事 IT 行业的女性则说，她的消费降级主要是体现在住房方面。原来住在徐汇区，现在搬了唐镇，房租便宜不少，而且房子也更宽敞了。她坦率地说，在服装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上班时会比较注重穿着，现在则变得随意了许多。现在买衣服只要买不超过200块的就觉得可以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